一下行李，我们家已经被法拍掉了。大学期间其实最让我快乐的一件事情是我参加了热舞社。大学一毕业我就做这一行，我每一年我都会设定自己的个人的绩效目标，所以我每年都破千，直到今年我突破了绩效2000万。到今年3月我才跟原始不动产一起成立了这个副警团队，3月的绩效就500万。我第一次1个月领7位数。新年时期为什么专任委托会这么多的关键？是在那个时候我很常做，大家就问我说开始进去会不会怎么样，要怎么讲？我也没有想太多，我一进去我就是就躺在桌上，大哥听啦，你们觉得一个案子成交完，这个客户可以跟你成交几次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我做了这件事情，它就像一串粽子，然后一提就全部提下来。我得了癌症，然后我不知道我买这个房子，我还有没有钱去负担这个医药费。如果是你们会觉得说那你去治疗好了，还是你们还是会坚定你叫他买房子的？天分是危险的，而勤奋不断的用功可以用来保护天分，这样不会一下子就走到一个领域的尽头。大家好，我叫卓君宏，待人以诚，处事以真，这就是我的座右铭。我是桃园平镇人，81年次，毕业于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资讯管理学系。大学一毕业我就做这一行，前8年我是在直营体系服务，到今年3月我才跟原始不动产一起成立了这个副警团队。这9年的时间，我每一年我都会设定自己的个人的绩效目标，然后最快的速度去完成它。所以我每年都破千，直到今年我突破了绩效2000万，然后个人绩效突破1亿。从小我家境是蛮好的，到后面才突然家道中落。国中前的那个时期，家里我们是住100平的别墅，家里是有佣人打理。我那时候还是念贵族学校，那时候还有专车接送，几乎可以说是要什么就有什么。直到突然某一天，就是我爸爸就跟我讲说：“君宏，你下课回来的时候，我们整理一下行李，然后搬到一个非常偏僻、很简陋的一个租屋处。”我那时候瞬间晴天霹雳，我想说：“哇靠，为什么我突然要住到这边来？”然后后来我爸爸才跟我讲说，我们家已经被法拍掉了。那个时候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震撼，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怎么会这么可怜？曾经也怨恨过我爸爸为什么会这样子。所以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暗许了一个愿望，我想要把我这个法拍的家买回来。当然我现在有这个财力了，但我发现那个房子好像没有这个价值，所以我就没有把它买回来了。所幸我还是考到了国立彰化师范大学。我印象很深刻，住在一个水沟旁的一个房子，旁边还是台化工厂，我就住在水沟跟台化工厂中间的一个破租屋处，每天都有一个塑胶的气味，这样度过了4年。我爸爸他认为我18岁我自己要独立成长了，所以我就很突然的被切断，就是经济的任何连接。在这4年期间，我最讨厌的就是寒暑假。而且那时候 Facebook 跟 IG 又刚盛行，大家都会在 Facebook 上秀那个年夜饭，我就觉得为什么大家都吃得这么好？在这个过程中，让我就意识到钱真的很重要，我也很想要拼凑出我自己的那个家。也因为这些的人生经历，所以造就我对挫折的容忍度非常的高。我很多的事情我都必须要独立去面对。车祸的时候，我要自己去看医生，也没有人会来帮我。这4年期间呢，我在饮料店打工过，曾经我还在餐厅跟铁工厂打工，但是赚的钱真的都好少。大学期间其实最让我快乐的一件事情是我参加了热舞社，跳舞可以说是那个时间点让我找到唯一一点点的温暖跟自信的地方。虽然那个时候很瘦，但我现在还是跳得起来。很喜欢这句话，这句话是来自于许峰源老师。前面的这些人生经历造就我很多的家庭磨难跟一些挫折，没办法往回头看，我只能往前走。后来呢，我大学一毕业，我就带着这4万块北上，因为那时候我只存到4万块钱。公司他分派我到林口了，
结果我一进来是在104年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跟现在的处境很像的，但是那个时候的我是完全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认识，所以我不会去设限说房子的好坏，然后我要不要去接这个案子。这个应该就是这个出生之犊不畏虎的意思吧。我当时做的一些心态，第一个心法就是先报委托。那时候我的店长他就跟我说，签6件委托可以成交1件，2件专任委托可以成交1件，每个月我就是要签到至少6件一般委托加2件专任委托，这就是我每个月的目标。9个月的时间我就拿下全区第一。我把自己分成3个时间时期。第一个时期是104年到106年，这时候是我的业务生涯前3年，我就是专注签报委托。A 的意思就是专任委托 ，N 的意思就是一般委托。所以我那时候前3年大概每一年都接了快100件委托。前3年我月均的委托就是7件，里面是2件是专任。这段时间我去学就是服务客户的一些经验跟洽谈逻辑，先取量再取质。到中间的时期，因为开始结婚了嘛，然后有家庭了。那有家庭之后，我就在想，我要怎么样有多一点的时间能够陪伴家人。所以后面的时间，其实大家可以看，就是我的委托量数变少，但是我的专任委托的比例提高了。那后几年我就是专注在服务的细腻度，提升一些沟通思维，买带学、拼选炮，大案的经营，提升自己的谈吐质感。新人时期为什么专任委托会这么多的关键？是在那个时候我很常做社区服务，每天我就是早上1到5的时间，就是想办法开发。6日的时候，我就是会约满6组的带看，用很多的时间去拼。晚上7、8点左右，大家就会下班的差不多，管理员就开始会没事，因为那时候也没什么钱，也没办法买那个手摇饮，所以我那时候就买1箱那个蜜豆奶。大家就会问我说一开始进去会不会怎么样，要怎么讲？其实我也没有想太多，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大哥，一进去就叫你滚的那种我就没办法，我会挑就是社区只有1个人的，不要挑2个人的。我一进去，我就是蜜豆奶就摆在桌上，大哥你啦，我就是这样去破冰，装熟，大哥这边有没有要卖的？没有，我走了。对，没有那么快，但是差不多是这样的意思。有时候大家做久了就知道，其实新模式想太多，所以会不去做。这就是我当时签到一堆专任委托的关键。周末就是6组带看，每天我上班的话就是要有产出。夜深人静的时候去拜访管理员。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服务案例就是有关于开发这件事情。当时呢，我有一个买家，他就跟我说他要买某一个社区。那后来我真的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，后来网络上刚好找到了这个物件要卖，然后我就打给这个客户林小姐。我就打给他说，请问你可不可以给我卖房子的机会？结果他劈头一接到这个电话爆喷一顿，我说对不起，那我先不打扰你，就挂掉了。可是那个时候因为买家很急，所以我真的就不死心。缓了1天之后，我想了一想，不想放弃，我就用简讯跟他致歉，我说对不起打扰到你了，然后我的来意是怎么样，但是我的客人背景是怎么样，我跟他道歉了2、3天。最后我真的忍不住，我真的等不及，因为客户礼拜5就要看，那天礼拜4。预期我可能要在被爆喷第2顿的时候，我还是打了这个电话。结果那天他语气就好蛮多了，可能前面的文字他已经消化了他的情绪了。然后那时候他就给我一个机会收门面房，他是给别家中介专任，进而我就是要求说你改成一般约，你就卖7天就好了。结果我第3天就把它卖掉了。大家想象你以为这样就结束吗？你们觉得一个案子成交完，这个客户可以跟你成交几次？福哥，你觉得几次？你怎么知道？对，最终这个客人呢？就是因为他的关系，我延伸了12次的成交机会，这个故事就告一个段落。我帮他卖掉了这个房子，那卖掉这个房子之后呢，他也不记得我是谁了。所以后来我们隔1年，我去看那个社区的时候，看到我，然后说，小卓，我终于想起来你姓卓。那时候我们才开始认真聊。这6年内，他跟我换屋了3次，这3次我都是全套。刚刚为什么讲12次？是因为他的房子都很漂亮，然后装潢的都拍照都很好，所以我全套的这些买家，他就给我卖他的房子。那进而这些案子加起来，延伸出了12件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我做了这件事情，他就像一串粽子，然后一提就全部提下来。这个客人呢，后来就变成我的好朋友，而且他今天还有来现场。大家不要去跟他订影片哦，这是我的专任委托。第2点我要分享的心法是强大执行力。说起来容易，但是真的做起来难的事情。
就像我每天都说我要减肥，但是我都减不到。我不轻易对客户乱承诺，我很重视守时这件事情。我跟客户约的时间我都会提早到，我可能会delay，我也会提前打电话跟客户讲。第二件事情叫做谦恭自省，反求诸己。可能给你卖房子的一些屋主，但是最后给别人私下成交掉，甚至跟你看房子的买家会不会最终都跟你买，你真的不知道。会怪客户跟别人买，还是怪自己？我的选择是，全部都是我自己的问题，因为我没有更快的帮屋主卖掉房子，因为我没有跟他先沟通到位，因为我服务不够好，一直保持自己心中的那杯水一直倒掉，让自己一直持续的精进，这件事情很重要。包含你跟同仁合作洽谈，你会不会怪别人说，哇靠，你屋主卖的好贵哦，不然你自己去开发一间啊？要怪别人64吗？那你自己签专任啊，就是心态的问题。第三个就是行程规划，因为今年3月刚好正逢我准备要开业，这个月我因为完全的投入，做了很多的事情跟带看，3月的绩效就500万，我第一次一个月领7位数，我觉得很有感。这3个月的时间，我都维持这样的一个服务量的，结果我80天就破千了，这是我今年最压抑的事情。我以前都要花1年。跟大家分享执行力相关的一个案例，因为那时候我有一个客户需求就是要找到一个后天店面，但是林口真的找不到这样的产品，超级难找的，所以我们看了一圈，然后我们终于找到了某一个案子很适合他。那出了之后，结果屋主就反弹，他就说我要卖更贵，然后就不卖了。然后当天我印象很深刻，因为后一天就是88风灾，8月7号的时候，跑到楼下的便利商店买一个那个轻便雨衣，骑摩托车骑过去，骑到那个店面，然后我就一家一家按门铃，问哪一间有没有人要卖。结果因为那天是台风天嘛，有的客户觉得我神经病，有的客户觉得我很认真，所以最终真的被我按到一间，那个客户真的要买，我当下就很兴奋，我就打给那个大哥说，大哥，我帮你按到了某一间，真的要卖耶，好开心哦。但是我还没签委托，然后那个大哥就说，哦，好啊，他刚好在附近办事，他过来看我一下，真的他刚好过来这里，我真的傻眼，我不知道他住板桥还会跑来这边，他真的好巧不巧就看到我最狼狈的那个时刻。然后结果那个屋主最后又因为家庭的因素又不卖，后来隔一周，他就打电话来，我在板桥看到了一个店面，我很喜欢，前面你帮我付出了这么多努力，所以我这个案子想给你做。当天我就见面谈成交了，有心就有路，有愿就有力。我前面的7年其实都一直处在900以前这个状态，所以我那时候一直很焦虑。随着这几年104到108，大家会很有感。虽然我绩效差不多，但是我的委托量跟我的行程量慢慢的减少。零项位立得业，零项位的意思就是你知道你现在的处境是怎么样。立得业是什么？因为这样的处境，你想要做什么事情，让自己变成更大的思维跟突破。那我具体做了什么？我那时候决定，我想要离开前东家，然后跟我太太创业。我要离开前东家的时候，我被绑在那边大概有300多万。大家想哦，我是81年次的，300多万多不多？我觉得很多我等于说买一台全新的宾士去撞运，哇，真的是真的很痛。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好烦哦，我到底要不要离开？所以索性我那时候遇到康强亮，他就跟我分享一个叫临在感这个东西。后来我就毅然决然决定做这件事情。大家想哦，我今年做2000万这件事情，大家是觉得难不难？我觉得是真的不容易啦。难的是在什么？因为我们放弃了这300多万的这个奖金，同时我还说服我太太说我们离职创业，我们再从我们的旧家再贷了600多万出来，先负债1000万，就把这个店面弄起来，所以让我有了背水一战之心，不得不跳起来，月租金25万，然后花了700万装潢。今年1月我们离职之后，我们只有8个业务，1个秘书，我们甚至1、2月的时候，我们还在咖啡厅里面做业，还跑到 7-Eleven 运产掉。我在这样的处境下，还是想办法做出来的。所以我们3月8个人，1个秘书，都做了1000万。一个人走比较快，一群人走得比较远。结果走一走，我也没想到这个左上角这个道远哥就来了。信念是一种相信，相信它是一定会发生的勇气。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6月的一个案例。我有一个客户，那他是住在桃园，那因为他工作在林口，他想要搬过来到林口这边，多一点的时间可以陪伴家人。看了20间房子之后，终于找到了一间房子他很喜欢。后来这间准备洽谈的时候，最后一刻这个客户退缩了。他说：“小卓，我有一个难言之隐，我
得了癌症，然后我不知道我买这个房子我还有没有钱去负担这个医药费。如果是你们会觉得说啊，那你去治疗好了，不要叫你买，还是你们还是会坚定的叫他买房子呢？当时我的选择是，我跟他说姐，那你现在的癌症是几期？然后他就说哦1期。我网络上查成功率97%，放心啦。我说你现在要专注的事情就是好好治疗，多一点的时间陪伴家人，多一点的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所以你要解决这件事情的前提是什么？买到房子。然后第二个，如果你生病了，你工作会不会停摆？然后他说会，我会留职停薪。那我说那你是不是就没有收入？他说对。我说那你贷得到款吗？他说贷不到。我说那你是不是现在更应该要买？他说对。然后讲一讲他就哭了，就是站在他的立场，比他更坚定的去解决他的问题。因为这件事情本来他就是要买的啊，我还是很坚定的说你真的要买房子，解决你的问题。因为他刚好那时候有25，所以我找了其他银行帮他做转贷，然后再帮他转贷清掉之后，再回到他是首购的状态去贷款85成，让他用最少的现金去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每个流程我跟进，在他入住前的大小细节、装潢师傅、清洁打扫、搬家的，我全部都找好，全部帮他处理到好。最终我有没有创造他的幸福人生？我想应该有了，因为他现在都还在帮我接到客人，而且那时候一交付完之后，7月马上信用管制。如果我那时候没办法买到，我7月是不是他根本买不了？他很感谢我，他后来跟我讲，他不知道现在贷款那么难贷。大家会来上课，也可能因为现在面临到一些生活的困境，失去安全感的时候，想要改变的时候，开始背负他人成长的时候，都是让自己更进步的机会。低谷的同仁们，赶快往上爬；在高峰的人，也能够留意一下身边的人，想办法拉他们一把。第一点就是面对挫折，永不放弃，是找个喜欢的事情，增加自信。生活不是只有工作，一定是还有一些你生活可能要顾的家庭、你的兴趣，还有你的身体健康，这个东西要取得一个平衡，才能做得长长久久。第三个是执行力，就是想办法说到要做到，踏踏实实的把每一步走完。因为我今年生了2宝，然后我要换屋，所以我今年就订了一个4500万的房子，我又订了一个特斯拉400万。我把我的财务缺口打开来，所以我就会更想办法赚钱。当然，大家都会有自己的，想办法找到自己的那一块。待人以诚，处事以诚，这就是我的信念。感谢各位。